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这几种面相的男人克妻，不是枕边人的人选。通过一个男人的面相特点，可以看出很多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是否花心，他们的赚钱能力如何，以及他们对待未来妻子是否贴心等。因此，对于广大女性而言，在寻求结婚伴侣的时候，也要用心去选择，以免给自己招惹巨大的祸患。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男人克妻丧偶面相吧。一、印堂狭窄。印堂的部位其实是我们眉心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两条眉毛之间的位置，就是面相学中所说的印堂。印堂的面相与人生的凶吉祸福是相关的，而从印堂的面相中也能够看清楚一个人的心胸度量。例如，印堂比较宽阔的男人，心胸则比较宽广，他们对待妻子的包容心很强，只要妻子没有触碰到他们的底线，他们都可以容忍妻子的种种行为。这样的男人婚姻会十分的欣慰。但如果一个男人的印堂十分的狭窄，印堂的部位宽度不足2个手指的宽度，这样印堂面相的男人将会是一个相当小气的男人，他们不具备包容心，对妻子一点点任性的行为都无法包容。不仅如此，他们还喜欢处处挑妻子的刺，还会连累妻子的生活，让妻子受累。这样面相的男人相当的克妻了。二、眉毛杂乱。眉毛杂乱意味着一个人的性情暴躁，脾气古怪。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相当的杂乱，眉头眉尾毫无秩序，眉毛东倒西歪，有些眉毛还逆生长，这样眉毛面相的男人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狂暴、非常粗暴的男人。他们在生活中的情绪容易反复无常，甚至他们在急躁的情况下还会动手打自己的老婆，是一个粗暴且会家暴的男人。很多女人正是嫁给了这样的男人，遭到家暴，郁郁寡欢，无论是内心和身体都受到了重大的损伤，从而命丧黄泉。所以眉毛十分杂乱的男人是一个克妻很是厉害的男人，各位要小心了。三、须乱鼻小。在相术学中，胡须多且杂乱，鼻头细小短浅的男人往往性格也较为急躁，所以在其结婚之后就会常常因为自身能力不足而与伴侣发生争吵，从而使得婚姻生活劫难频发，而且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打骂妻子的情况，进而使之婚姻生活逐渐走向离散。如果不及时进行化解，更是会危害妻子的生命健康安全。四、山根折断。在面相学中，人的山根部位代表的是夫妻情分。如果男人山根折断，或者说山根上面有乱纹出现，那么夫妻之间的感情肯定不是很好。这类男人在婚姻中可能会为了小三和妻子产生激烈的言语纠纷与肢体冲突，会给原配的身体上和心理上带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这类男人心存歹念，可能会为了巨额的保险金做出杀妻骗保的事情，极为可怕，将严重威胁到妻子的生命和健康。另外，山根折断的男性身上煞气还特别重，很容易克死自己的妻子。所以广大女性朋友在寻找恋爱对象或是结婚伴侣的时候，务必要避开山根折断的男人，否则后果将极为可怕。五、鱼尾纹杂乱。在面相学中，男人鱼尾纹杂乱是典型的克妻面相，是多婚的命。这类男人不但自己的综合运势特别差，而且还会给妻子带来很多倒霉的事情。在感情中，他们并非安分守己的类型，即便有了老婆和孩子，看到心动的异性，依然忍不住积极主动示好。他们对于婚姻没有任何责任感，
婚后会将很多烦心的事情全部都交给妻子处理，而且这类男人还会偷偷拿出家里夫妻俩共同赚的钱，用来给小三买东西。因此，广大女性在找老公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鱼尾纹杂乱的男性，否则婚后必然会被戴绿帽子，而且还会遇到很多烦心倒霉的事情。6. 眼睛突出，眼白有血丝。拥有这类面相的男人，性格极为偏激，喜怒无常，而且对妻子经常打骂。他们在精神上存在一些问题，还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全部都传达给妻子。广大女性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就等于是跳进了火坑。婚后精神压力很大，每天担惊受怕，害怕被丈夫责骂，担心孩子没钱上学等。而且他们的综合运势也会被拉低，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倒霉事情，比如说走路上遇到劫匪，过马路被车撞死等。7. 颧骨横张。颧骨横张指的是颧骨隆起，格外的高，且尖瘦又没肉，而往往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是不太好的，毕竟这是属于克妻的。而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都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只有控制别人才会让其喜悦。不仅男人，女人若是拥有这种面相的话，也会是如此。除此之外，他们重视事业，且具有领导风范，这样的他们看似很不错，但实际上他们的表现一般都过于强势，这一点在婚后就不太好了，因为太过强势的话是不会让另一半开心的，提出过多的要求，对妻子苛刻，又不为其考虑，而这样肯定是不太好的。8. 鼻头肥垂，鼻梁低瘪。鼻头肥垂的主要特征是鼻头很大、很圆，且往下垂，快到人中的位置。鼻梁代表了男人的七星，这种面相的男人大多非常的贪婪，性格方面比较的阴险狡诈，为人比较的功利，特别的喜欢钻营，不努力却总想着投机取巧。而鼻梁低扁塌陷的男人大多缺乏自信心和魄力，比较的甘于现状，缺乏上进心。这两种鼻相的男人皆属于克妻之相，代表妻子的身体不好。9. 口小唇薄，齿乱牙疏。从面相上来讲，嘴小的人一般都比较自私，唇薄的人善于欺诈，喜欢说谎。如果男人嘴巴下牙齿稀疏杂乱的话，这种男人大多做事缺乏魄力，并且性格多变，在感情方面比较的冷淡，把利益和金钱看得过重，有些唯利是图。而嘴小唇薄的男人则非常的善于揣摩女人心思，口才非常好，喜欢对女人花言巧语。10. 三白眼。另外，三白眼也是典型的克妻之相。如果一个男人属于三白眼的话，大多脾气不是很好，负能量较强，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和困难就会怨天尤人，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卸到别人的身上。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健康运势较差，平时无法干重活，适合从事的工作也非常少，所以养家的事情需要妻子来承担。为了照顾家人，也为了给家人好的生活，他们的妻子会承受很多的苦楚与折磨，终日不得休息，每天过得都很辛苦艰难，在平时生活当中会遭受很大的压力和磨难。由于日子不好过，再加上家庭关系不和，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疾病。11. 肩门深陷。肩门位于眉尾上方太阳穴的位置，此处主掌的就是命主的个人性格。如果一个男人肩门深陷的话，那么就说明其自身的度量也是十分小气的，所以在其结婚之后就非常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与伴侣斤斤计较，从而使得两人的婚姻生活波折不断，长此以往，伴侣的身体健康情况也会日渐下降。12. 印堂处有很多竖纹。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比较紧凑，印堂处有很多竖纹的话，
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心胸狭隘，脾气暴躁，情绪控制能力较弱，并且喜欢抱怨，常常会推卸责任，把怨气撒到妻子的身上。这种面相的男人不懂得珍惜和维护自己的家庭，总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和得失，极度的自私。不管哪个女人嫁给他们，生活都会变得非常不如意，每天郁郁寡欢，很难拥有开心的日子。而在这种不良的情绪之下，健康容易受损，很难长寿，大多会在中年时期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眉毛紧凑印堂，有很多杂纹的男人属于克妻的面相。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此类男人，一定要尽早远离。13. 夫妻宫凹陷。在相学当中，夫妻宫位于眼尾的两侧，从此处能够体现出婚姻以及另一半的运势。如果男人夫妻宫凹陷的话，说明与妻子的缘分比较浅。在相书当中也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肩门低陷，常做新郎，也就意味着夫妻宫凹陷的男人可能会有多段婚姻，因为他们的妻子大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另外，这种类型的男人没有责任心和担当，小肚鸡肠，喜欢斤斤计较，常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伴侣争执，导致家庭关系不和睦。即便妻子没有折寿，日子也不会过得很好。男人有此克妻相，千万不能嫁。很多人都知道克夫的女人不能娶，但很少会有人说克妻的男人不能嫁，且很多都还不知道还有克妻的男人之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只有克夫没有克妻，其实有克夫就必有克妻，且性质都是一样的。当然，很多人觉得克夫就是把丈夫克死，那么克妻也就是同样把妻子克死。其实并不是，克夫克妻并不是说把对方克死，而是有的只会克妻子的财运、事业运、健康等等，但是还是不能嫁给一个克妻的男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发现这个男人是不是克妻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讲讲，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避开。1. 脸上有这8种特征克妻。1. 山根折断。在面相学中，人的山根部位代表的是夫妻情分。如果男人山根折断，或者说山根上面有乱纹出现，那么夫妻之间的感情肯定不是很好。这类男人在婚姻中可能会为了小三和妻子产生激烈的言语纠纷与肢体冲突，会给原配的身体上和心理上带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这类男人心存歹念，可能会为了巨额的保险金做出杀妻骗保的事情，极为可怕，将严重威胁到妻子的生命和健康。另外，山根折断的男性身上煞气还特别重，很容易克死自己的妻子。所以广大女性朋友在寻找恋爱对象或是结婚伴侣的时候，务必要避开山根折断的男人，否则后果将极为可怕。2. 山根有横纹。俗话说得好，一纹为一婚，竹损一妻；三皱为三婚，竹损三妻。山根有横纹就是非常典型的克妻面相，婚后必然会给妻子带来很多倒霉的事情。婚后妻子的身体状况会变得很差，会遭受各种疾病的侵袭，甚至需要长期住院调养，体质很差，抵抗力和免疫力也特别的弱，所以身体上和精神上肯定都需要承受特别多的痛苦。而且这类女性往往不会长寿，到最后要么被疾病折磨致死，要么就是遭遇严重的流血事故而亡。3. 夫妻宫深陷。面相上的夫妻宫位于眼尾的两侧，男人此处凹陷者，在婚姻中无法从一而终，会给妻子带来严重的打击和伤害。这类人有些花心，喜新厌旧，很难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在新婚期，夫妻俩自然可以甜蜜幸福，但时间一长，男方必定会有出轨的念头。他们会在背地里与多名女性保持暧昧不清的关系，
婚姻中将充斥着非常多的争吵。他们的妻子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会承受巨大的折磨与打击，到最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各种疾病，很难善终。所以女性在寻求结婚伴侣时，看到夫妻宫深陷的男性，要懂得及时远离。4. 鱼尾纹杂乱。拥有这类面相的男人心机很重，而且极为滑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会做出伤害家人的事情。他们在婚后很少照顾家里面的事情，不管是对妻子还是对孩子，基本上都是不闻不问。如果在职场中或者是其他社交场合接触到了比较厉害的女性，那么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踹掉自己的糟糠之妻。女性朋友们，如果想要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那么遇到这类面相的男人，千万不要存有留恋之情。5. 面大而鼻小。俗话说得好，面大鼻细，终身艰辛。拥有这类面相的男人尖酸刻薄，不但自己日子过得很辛苦，和他们结婚的妻子也会备受折磨。婚后家里的物质状况很差，经常会遇到没钱花的情况，而且夫妻俩还经常的争吵，严重的话还会大打出手，妻子身心都会遭受重创。这类男人没有同情心和慈悲心，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将自己放在首位，而且他们也完全不懂如何体贴和疼爱妻子。女性在寻求恋爱对象或者是结婚伴侣的时候，要及时避开面大而鼻小的男人，否则婚姻生活中必将吃尽苦头，到最后可能连小命都要搭进去。6. 颧骨高耸尖锐。面部上能够展现出一个人性格特点的特征有很多，其中颧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一个。一般来说，如果颧骨高耸的话，说明男性的性格会比较的刻薄、尖锐，缺乏温柔以及广阔的胸怀。相学中将锐利的颧骨视为是小人之相。当男人的颧骨看起来过于高耸尖锐的话，说明他们无法在恋爱当中包容自己的爱人，即使在结婚之后，也往往会表现出苛刻恶劣的一面，无法承担作为丈夫的责任。7. 头发与眉毛枯黄杂乱。虽说头发和眉毛这些面部上的毛发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运势好坏，但如果男性的头发、眉毛的发质糟糕且过于杂乱无章的话，说明其人没有好的身体，而且性格也比较的散漫，工作缺乏条理，是一个缺少原则的人。这类人是很难在结婚之后给爱人带来幸福的，他们不仅会因为身体原因拖累爱人，也无法为家庭带来好的财富收入，所以说也是相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男性克夫面相。值得一提的是，平时不爱打理头发、不注意形象的男士绝对不是一个绅士。8. 眼睛突出，眼白有血丝。拥有这类面相的男人性格极为偏激，喜怒无常，而且对妻子经常打骂。他们在精神上存在一些问题，还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全部传达给妻子。广大女性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就等于是跳进了火坑，婚后精神压力很大，每天担惊受怕，害怕被丈夫责骂，担心孩子没钱上学等等，而且他们的综合运势也会被拉低，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倒霉的事儿，比如说走路上遇到劫匪，过马路被车撞死等等。2. 脸上有着6颗痣可期。1. 颧骨附近有痣。颧骨主权，是权力的象征，男人如果颧骨比较高的话，则控制欲和占有欲一般也都会特别的强。如果颧骨附近有痣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孤傲，也比较的霸道，所以这种人大多做事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也不适合与别人合伙做事业，即使是对妻子也是同样，喜欢霸道的强行插手和敢于对方的事业和生活，最招小人，
命中克妻比较严重，同时还克妻子的事业，克妻财运。2. 嘴角上方有痣。嘴角上方有痣的人惰性一般比较大，大多沦为好吃懒做之流。这种男人一般胸无大志，做事也不喜欢动脑筋，整天想着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就像一场赌博，所以这种人的赌性都比较的大，为人比较的贪心，容易养成好赌成性的坏毛病，导致钱不留存，容易散财。跟着这样的男人只有受苦受累的命。3. 睛明穴位置有痣。睛明穴位于眼角稍上方的凹陷处，睛明穴连接人体膀胱经，睛明在相学中为人名门之所在。如果睛明穴位置有痣的话，这种人大多不适合投资，自己的思维容易受到其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导致在理财方面比较冲动，容易产生误判，致使钱财外流，让一家人跟着受苦。4. 面部有三角痣。三角痣是指在面部某个部位临近地方有3颗痣，大小均算，而这3颗痣又呈三角形之势分布。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比较的怪癖，生性比较的多疑，性格多变，让人摸不透，有种无法靠近的感觉。这种人性格也比较的暴躁，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有精神分裂的倾向，克妻严重。5. 眼眉和眼尾有痣。眉眼之间的外侧为太阳穴位置，相学中又称为夫妻宫。如果眉眼外侧有痣的话，就会形成质压夫妻宫的情况产生。夫妻宫顾名思义，主一个人的婚姻和感情运势。如果眉眼之外有痣的话，这种男人大多财运不好，会限制妻子的事业，婚姻容易出现第三者，导致婚姻不稳定，离婚几率会比较高。6. 右眼角下方有痣。眼睛下方为泪堂，又称子女宫。如果右眼下方有痣的话，这种男人大多会妨碍子女运势，易对父母不孝，为人脾气比较的急躁，对待妻子和父母缺乏耐心，体内暗含着暴力因子。这种男人最克妻克子，还有家庭暴力的倾向，一定要远离。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这关乎着我们的未来生活，所以女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千万不能选择有克妻相的男人。好了，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老人们常说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意思是地包天的人有福气，家里比较殷实，一生都会不愁吃穿，而天包地的人就没有福气了，吃不好穿不暖的。当然这只是以前人比较迷信的说法而已。那什么是天包地，什么是地包天呢？那天包地和地包天面相的人命运如何？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下面小酱汁带着这些疑惑给酱友们具体讲解一下。1. 什么是天包地和地包天？ 1. 天包地的面相。天包地指的是上颚的牙齿始终包不住下颚的牙齿，下巴凹下去的现象。有天包地的人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而且对其命运也会有极不利的影响，一生难有大成就，而且这类人易受到家人的拖累，同时需要多预防消化道方面的疾病。2. 地包天的面相。所谓地包天指的就是下排牙齿包住了上排牙齿，俗称兜齿，这样就会显得下颌比较大。这种人往往都是下巴往前倾，以前人认为下巴朝前可以接住上面掉下来的福气，所以人们就觉得地包天的人有福气。相传朱元璋的相貌就很丑，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下巴很长而且朝前。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马云，下巴也长并且向前突出，因此古人所说的地包天并不是说牙齿，而是指下巴圆润超前并且上翘。如果单纯的牙齿地包天，那是一种病，需要矫正的。牙齿最好还是平齐白润最好。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的上排牙齿代表父亲，下排牙齿代表母亲，上压下也是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男尊女卑。父亲的权势压制了母亲，
而地包天的牙齿成了下压上，意思就是母亲在家里当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怕老婆。2. 天包地面相的人命运如何？一、天包地不是吉祥面相。俗话说天地合一，一个人的面相也是这样，只有天地合一，相互平衡，才会有好的运气。而天包地面相打破了这个平衡，畸形的面相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而且也造成了这个人命运不顺利的结果。天包地的男人会克妻，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要能合一。然而地包天的男人由于天盖住地太过，打破了这个平衡，地就会受伤，因而阴阳不平衡，阳盛阴衰，所以面相上天包地的男人会比较克妻，而且男人以妻为财，所以同时天包地的男人一生财运多舛，最好佩戴一些旺财饰物，如黄玉貔貅手链来催旺自身财运。而且天包地的形状有点像鸟嘴，有点公鸡状，所以天包地的男人也容易有暴力倾向，非和善之人。3. 天包地的女人丈夫病弱。天包地面相如果出现在男人身上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女人身上出现，那就是阴阳颠倒了。这类女人就是所谓的天生的女汉子，她们过于刚烈，这类女人的丈夫要么就是身体比较病弱，或者是性格比较柔弱，像弱女子。这类面相的女人通常都是家庭的支柱，日日操劳，活的就是劳碌命。而且天包地的女生同时也是性格比较暴烈，一般在街头骂街的悍妇多长有天包地的面相。天地合一，阴阳中和，这才是最富有的面相。而天包地面相无论男女都打破了这个平衡，难以大富大贵。3. 地包天面相的人命运如何？一、地包天的人城府深。地包天有一种说法是上齿代表父亲，下齿代表母亲，上压下是父亲强权压制母亲，下压上实际上是母亲强权压制父亲。另外，地包天的人多下巴前探，这样的人特点是做事深思熟虑，想好了再做。其他部位好的话也是一个优势，会很有城府，深谋远虑；其他部位不好的话则行动迟缓，犹犹豫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地包天不要配吹火嘴，就是两唇薄而突出，像撅起来吹火的样子，这样的人容易只说不干，而且喋喋不休，一吵架就来精神，嘴很碎，而且无尽无休。但要注意，相不独论，看面相要综合判断，而且你的形容和相师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只是就一个部位而说，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的依据。2. 地包天的男人晚年享福。同样，男人为天，天被地包住了，证明君被臣妻，所以一般地包天的男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一般都有一个极为严格的母亲，让他备受压力。而地包天的男人在成年后也容易遭遇比较强势的女人，事业成就都容易被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同事盖过，自己也难以出头。但是好在地包天地格朝风，晚年还是可以过得比较宽裕。3. 地包天的女人六经渊博。地包天的女人由于地势风，所以一生衣食无忧，所以女生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福泽深厚。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女生地包天利己不利亲，地包天的女人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地包天的女人，她们身边的亲人福寿会和自己的遭难相抵消，所以不利六亲。4. 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是真的吗？一、地包天有吃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下巴圆润朝前，而且上翘的人有吃穿。其实有些人的牙齿好好的，也会出现下巴朝前的现象，因为以前人只看外表，并不会在意里面的牙齿，觉得下巴朝前肯定是牙齿的问题，所以地包天主要在于突出下巴，所以嘴巴就不能朝前凸了，就像是撅起嘴巴吹火的样子。这样从上往下看，嘴巴就挡住了下巴，也就看不出下巴朝前了，没什么意义。以前人认为地包天的人由于下巴比较突出，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容易掉出来，有助于节约粮食，而且福气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下巴突出就能接住天上掉下来的福气，所以才有了地包天有吃穿的说法。2. 地包天穷到底，这句话刚好与上一句相反，其实一般人的牙齿都或多或少有点天包地的意思，
这种人一般都是下巴往回缩，上嘴唇比较突出。由于上嘴唇突出，吃东西就是容易掉出来，但下巴又往回缩，不仅接不住食物，也接不住上面掉下来的福气。所以人们认为天包地的人连自己的食物都吃不到嘴里，何况是外财呢？所谓人无外财不富，连自己的家财都守不住，那只能是穷到底了。当然这也只是以前人的迷信思想而已，这里所说的天包地也不是说牙齿，而是说下巴。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这两句话放到一起，其实是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做人要与众不同。就像古人所有的面相都是这个意思，比如鼻子要大，比所有的鼻子都大，耳朵也要大，嘴巴也要大，反正只要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是特殊，特殊就是福气。当然这只是有一定的概率而已。其实这与人们平时干的事情也是一样，大家都在干的事情往往只能是养家糊口，只有别人不看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机会。比如所有人的下巴都是向下或者往回缩，而少数人的下巴朝前拱，那就是特殊，因为财富永远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